大家好啊，今天我们来讲第22课啊，实盘前的检查清单。上节课我们讲了 API 的配置啊以及生产模式下，就是实盘交易的模式下的一个配置。那我们这节课来讲解的就是实盘前的检查清单。那第22课和第23课都是概念性的东西啊。就是一个是实盘检查，然后下一节课讲的是这个小资金的这个试盘。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课程的整体的概况，之前也讲过了一部分啊。第23课的话就会讲那个小资金的一个实盘测试，那主要就是拿小资金去测试一下是否有问题。然后到了第24课以后就开始进入实盘交易的这个阶段了。那首先就是一些实盘的一个监控等等的情况，然后还有就是实盘里面的下单操作，实盘的这个止损，还有合约，以及这个杠杆交易的部分啊。那从24课开始，我们到时候会拿一些事例来进行一个讲解啊，就是策略，教大家如何写这个策略啊。我们随便拿一个简单一点的来讲解啊。比如说这个是均值回归策略，这个是基于这个布林带的这个均值回归。那布林带的这个回归就是它有3根线，一个是上轨，一个是中轨，一个是下轨。那根据这个3根线，如果到达了上轨以后，如果是做均值回归情况下，我们判定它会回落到中轨，那这样的话就可以空仓或者是做空。那如果是跌到下轨以后，我们认为它会止跌反弹的话，我们就可以开始做多，或者是把空单平掉。那这种情况下就是用这个均值回归。那如果是它和突破型的这个策略本质的区别就是它是在箱体里面操作的。那趋势跟随的策略或者突破的这种策略就是一直拿着，只要突破了某个点位以后就一直拿着，然后让利润去奔跑，设置好止损点以后让利润去奔跑。那我们言归正传，继续讲这个第22课的内容。那这份内容更像是一个自我测试的一个表格，或者是一个自我测试的一个问答。那首先我来看一下回测的这个周期，你用了多久，然后回测的这个结果，那关键的一个指标，还有经历过不同市场的一个环境啊。然后这个就是一个回测的一个质量评估，可以参考这个数据进行一个对比啊。那判断标准就是你是否可以实盘啊。如果你在这上面回测的表现都很差的话，那建议你还是把这个策略完善一下，然后再去做实盘操作啊。然后这个是干模式的一个验证，然后它这里有个对比表，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啊。然后这个就是策略逻辑的一个检查。那策略逻辑，你买入的条件明确且有理论支持，然后卖出条件也是一样的，然后指标参数是要经过这个优化验证的。我们前面有讲解过这个参数的一个验证啊，我们来回头看一下啊。在这里的话，有个参数验证。参数验证什么意思？就是把这个参数多个的这个参数放在一个代码里面，然后让系统回测的时候自动的去调仓，然后选取出最优的一个参数。那在代码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啊，这里的这个代码，比如说布林带的代码，你设置的这个位置是15到20，25之间，默认是20的话，那你拿来回测的时候，它就可以根据这个15到25之间，它会去找这个位置，然后进行回测，然后找出最佳的这个值啊。那 RSI 也是一样的啊，这个 RSI 的这个条件，比如说这里是用的是14，那这里的话，它可以用10或者用20，然后这里的参数也是一样的啊。那比如说你在35或者是30，你这可以自己选，然后到50之间，
然后这个超买和超卖的时候是可以用到70左右，然后这个参数你可以设置一个范围，不一定要跟我一样。然后这个参数你要自己的去动态的去设置一下，然后利用回测的这个方式去找出最佳的这个数值。那这个就是做这个回测，然后判断一下你的这个逻辑策略的逻辑是否清晰啊。然后就是代码的质量的检查。代码的话，首先肯定是语法呀没有错误可以运行啊。那其次就是你的这个策略的代码一定要有可读性比较好。那我们来简单看一下这个代码它的结构块啊。那首先这个就是计算这个技术指标啊。然后这里的话是首先是先把这个基础的这个策略参数给它设置一下。这个如果有在前面有看我们的课的话，应该还有印象啊，就是这个参数，这几个参数就是做这个基础的这个策略参数。然后的话就是配置一些相关的这个参数，布林带的 RSI 的这个参数啊。然后这个是计算这个技术指标。就是指标做完以后，然后这里其实很简单，它就是一个买入的这个信号，然后这里买入信号里面你就要去做判断啊。这样的条件可以选多个，但是不建议太多。我这里是把所有的都列出来，你们可以根据这个里面挑几个重要的，挑2到3个或者是3到5个都可以啊，但是不要超过那个5个以上，要不然的话很难成交啊。然后这里就可以组合了，你需要哪一个就可以把它组合起来。那这个是卖出条件也是一样的啊。然后做完以后，这个就是动态的这个止损了。然后这个是交易的确认。那这个代码的话，我们在之前在那个可以往前看一下我之前的文章啊。那像这个是移动平均线交叉的这个趋势跟随策略啊。可以看一下这个地方的代码是不是类似，跟这个是类似的啊。这也是通过这个基础配置啊，然后策略参数，然后计算技术指标。但是你不要像我这里写这么多啊，我这里是把东西都列出来给大家做参考，你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要求选取几个，然后把它加进去就好了。然后在这里挑几个重要的，比如说均线交叉的金叉可以的话，然后你再加一个成交量，有一定成交量，然后或者是 MACD，或者是这个布林带等等的这种，挑几个重要的指标。然后首先就是不能有这种矛盾的这种的指标，要不然的话你永远都成交不了啊。那其次的话就是指标不要出现这种雷同的这种情况啊，这样的话，多个指标这种判断的话，它这个逻辑上就没什么太大意义，就是相当于重复了。然后我们继续来讲解啊。然后就是边界条件一定要处理好啊，这个就是处理一些那个交易所的这个限流啊，然后处理网络中断啊。但这个有的我们没办法去避免啊，只能是在策略上面做一个优化啊。就是首先的话，就是你的资金管理上面不要一次性投太多，另外就是用这种逐仓模式的。那还有就是这种万一是中断的这种情况，自己要有个应对的一个措施，在代码里面啊做一个再做一个设置啊。如果小量资金的话还好。然后就是这个过拟合检查。过拟合的话就是纯粹的就是写策略的时候，为了提高这个胜率，然后把这个条件写得过于贴近于历史的行情，所以它就会出现过拟合这种情况。那过拟合这种情况的话，如果在历史上表现很好，然后在实盘当中表现不好，那你就要注意了。这种情况就是出现过拟合了，要把策略进行一个优化。那其次就是这服务器的环境检查。
然后就是最好写一个脚本去验证一下，这个是在 Linux 下可以执行的这个脚本啊，Python 脚本的判断，Python 的环境，然后这个Break Trader 的这个版本，还有这些 CPU 内存的使用情况，然后这个就是 API 设置，上节课也讲过了啊，像一些像提币的这种权限，千万不要打开啊，然后不需要的权限也可以给它禁用，然后白名单一定要设置好，然后 API 连接测试 OK 了以后，然后就可以先在刚模式下玩一下，然后没有问题了再进入实盘模式。那这个就 API 的一个测试脚本，这里就填入你的这个 key 和这个 secret 了，然后连一下看一下能不能测试成功。然后这个就是配置文件的检查，然后这个就是实盘的这个文件了。就那个 config 文件啊，可以另外起个名字，你可以弄两个文件，然后启动的时候把命令行改一下，把这个文件名改一下就可以了。然后这个 Telegram 最好配一下，然后会实时的有什么情况，它会实时的通知啊。有的时候你不可能一直坐在电脑前去看这个，那有的时候有这个Telegram 进行通知的话是比较好的。然后就是这个备份机制啊，脚本的一个备份啊，还有一个代码的备份。那自动备份的脚本，如果需要的话，可以那个写一个脚本，或者是你手工的去复制粘贴就可以了。这个根据个人情况，编码能力强的，用这个代码会简单一点啊。然后第三个就是这个风险的管理检查，首先就是这个止损，最重要的就是一个止损的这个百分比，还有你的这个仓位的一个控制啊，这两个是重中之重啊。你首先要先保证不亏钱，然后你才有办法盈利啊。你首先一下子上来就亏了个1/3的话，你再想扳回来其实挺难的。然后这个是仓位的计算器啊，我们可以自己用这个凯利公式去查看，也可以翻看一下我前面有讲这个仓位的一个管理啊，风险管理这里啊，这里应该是这篇有讲解这个仓位的一个管控，就把仓位资金分成多份，然后批量的或者是这种阶梯式的百分比的都可以啊，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就好了。然后这个就是保护机制啊，就是前面讲的，如果你连亏了3笔或者2笔以后，你就设置一下停多少分钟，不要连续的操作。有的时候它市场风格刚好是跟你的这个策略是反着来的，你可能就会出现连续亏损。你这时候如果一上头的话，就可能会出现连续亏损，这个时候停掉是最好的。交易的机会是随时都有啊，但是你的资金就不是随时都有的，所以说这块的话，留的青山在的话还是很重要的啊。然后这个是这个资金管理的一个检查，你的盈利目标，这个更像是一个调查表，就自我调查的一个表，或者是一个像类似心理学上去测试的一个自测表，把这些问题都写出来以后，你会对自己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认识啊。然后这个就是心理准备检查，然后这里还有个交易纪律的，虽然说这个东西看起来好像没什么用，看起来可能还觉得有点好笑啊，但实际上啊，这个东西对你自己的交易，如果把它写在纸上，回头随时看一看啊，那纪律是最重要的。然后这个就是这个最终决策，然后实盘前要做的事，然后绝对不能做的事，可以看一下。
那下节课的话，我们讲解内容就是这个小资金的一个实盘的一个测试。那今天的课就先讲到这，好，谢谢大家。